60多万能买到离北京这么近的房子，咱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到底长啥样子。进来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正面这块一进门就是一个入户玄关，下边呢是鞋柜，上边呢是可以放一些包包和钥匙，中间这一块呢，平时回到家之后就可以随便把这个临时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上边，比较方便。这是进门的一个空间。在北向这边呢，打造的就是咱们厨房的空间了。这个空间大家来看一下，空间是非常大的。而且在里边做饭的话，而且整个的橱柜都已经给做好了，而且旁边这一块空档呢，还整个预留了一个冰箱的位置，家里边有双开门的冰箱，也是刚刚可以放到这里的。整个燃气灶和这个水池，还有咱们这个壁挂炉，一直都是这个房子的标配了，算得上是。在这儿看一下这个窗户，这个在北向这一块呢，还带有一个明窗，所以说厨房这个地方呢，不仅可以做饭，而且还可以欣赏外边的风景。从厨房出来之后呢，大家来看一下南向的这个地方，这就是咱们餐厅的一个空间了。餐厅布局这里呢是一个4人位的餐桌，放了4把椅子，我就把它定义为4人位的餐桌。如果说来家里边来的人多的情况下，加2把椅子可以变成6人位。餐厅这个空间是吃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它属于一个80平左右的这么一个面积，规划的这个空间布局呢是非常合理的。咱们再来南向这边看一下，南向这边呢就是咱们客厅的一个布局了。客厅这里呢，不仅沙发和单个的沙发都可以同时放下，还可以放下一个很大的茶几，显得这个房间也是比较的阔绰。然后继续往南向这边呢，可以看到整个一个落地玻璃窗了。落地玻璃窗其实在这种小洋房里边是非常少见的。在这样的话呢，不仅可以这个房间的采光面积来讲的情况下，还可以让这个空间显得更宽阔，那种通体的感觉。外侧这一块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个重点，这一块呢，它是一个露台，是一个附赠的这么一块空间了。如果有喜欢把它封起来的情况下，在外侧那个地方可以直接做成玻璃，然后落地玻璃，然后把这个室内的空间可以完全扩大。如果不喜欢分的话呢，可以在外边晒晒被子，放2个凉椅，也可以品品茶之类的。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空间，还是蛮不错的。其实这个房子整个就是一个装修好的效果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买回去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家里人还会比较喜欢吧。从这个客厅转过来以后呢，咱们来看一下对面的这个地方，这是客厅的对面。进来之后呢，这边就是一个非常阔绰的一个卧室空间了。这个卧室呢，大概有15、16平，跟客厅的感觉是差不多的，放了一个超大的这么一个双人床，而且在南向这边呢，它是没有露台，它直接是一个小飘窗的这么一个空间了。很多房子呢都没有这种飘窗，像现在比较新式的还会有这种飘窗，还是蛮不错的。北向这边呢放的是一个大衣柜，空间是完全可以的。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床与墙之间的这么一个距离，大家就可以看到，放下这个壁脊之后呢，整个空间还有这么宽，所以说整个房间进来之后是完全不压抑的。咱们继续出来来看一下外边，从这儿正对的出来之后，就到了餐厅的位置。北向这边大家来看一下，比较的让人看上去比较的灵动一点吧。北向这边正对的就是这个儿童房，这是一间卧室，也可以把它做成那种次卧，但是家里有小孩的情况下呢，还是做成儿童房比较方便一点。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一个有山有水的，距离北京大概是在北6环，大概是在40多公里。过来的话，开车走的话，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。如果坐动车的情况下呢，就是20多分钟。其实从整体生活上还是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方便的。出来之后呢，咱们来看一下外边这一块。在外边这一块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卫生间它设计的是比较有亮点的，也是外侧做的是一个洗手池。里侧这一块做成了一个湿区，湿区的话打造了一个落地的这么淋浴区，然后又做了一个马桶旁边，这个布局还是比较合理，而且进去之后空间感也是显得比较大。旁边这一块呢，还是带有一个小窗户，像这种小房子是一个全明户型，差不多是占到80方左右，南北通透，也算得上是一个4大块户型了。重点呢是1梯2户。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现在咱们又看了一个这个双拼的产品，这是双拼，这么一栋是双拼，一栋是2户。今天带阿姨过来的，然后往前走的话，直接进院门口这儿是这样的，然后
侧边的院，就是这一块院，这个院特别大，比较大。这个院侧边这一块有这么宽，实侧的距离更大。这个手机录的原因可能会显得小，因为我开始广角。这是后边的院，这是3面环花园，3面采光。然后一栋楼是2户，邻居少，就是产生的问题比较少，因为自己在自己家互不打扰这种的。去看看这房子里边，给你拍一下里边。一进门这块有一个这种门堂，然后可以自己把它分起来。进了屋之后呢，直接就是一个餐客大厅，有一个私密的过道，进来之后就是餐客大厅，然后餐厅和客厅融合在一起的，整个就是特别大，特别敞亮。进来之后，这块就可以做成开放式的厨房。这是1层的一进门这块呢，有个长辈房、老人房，也就俗称的，也非常大。然后这个是3层的，可以加装电梯，这是电梯井的一个空间，已经给预留出来了。咱们再往上看看，直接到3层。然后我给你看一下，这个电梯井的旁边这一块呢，是一个卫生间，卫生间也特别大。然后客厅往前走，这一边呢有一个门是可以出到咱们这个后花园的。这个小门堂呢也到这儿也可以把它分到室内。咱们再往上走一走，这个地方看一下。这个大别墅，这是属于别墅当中的排行老2。这个是上来之后是一个中庭过道。这块呢有一条空，餐厅上面有一条空，可以直接看到1层，到时候也可以把它分起来。然后上来之后左转这边呢是一个套间，然后这边是卫生间，这边是一卧室。然后出了门之后呢，这有一个小露台，然后再从楼梯上来之后，右手这边呢也是一个套间。也是进来一个卧室，然后这边有个大卫生间，都可以做成干湿分离，也可以放浴缸。然后出来之后呢，这边还有一个露台。然后现在呢，再到3层去看一下。3层这不是吗？上来之后，这可以装电梯啊！现在再看一下下边，可以装电梯。然后上来之后，3层呢分为左右2边。咱们先来看一下右边，右边这是主卧，主卧这一块可以看一下，主卧这儿也带了一个露台，也是有一个露台可以出到户外，就相当于每一层都有一个自己家的露台。主卧这一块呢是什么情况？是一个套间。进来之后呢，这块是衣帽间，看到吧？单门做衣帽间用的。然后往里边这一块呢，是卫生间，卫生间也是干湿分离的设计，也是足够的大。基本上这个房子就是这样的，已经看完了。房子呢还有，就是阿姨能相上的还有1个。大批的北京人都来这儿避暑，这个地方还真是挺凉快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今天呢，我带大家来看一下，在北京边上呢，北京的老人都在哪里避暑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这里看一下。现在呢是上午的时候，天气呢还是有一点小凉风，比较凉快的。前面的车位上面的车也都停满了，大批的北京人呢也都涌入到了这边，来这边过一个周末，顺便呢也是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过来住的人呢，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是这种小别墅，住着这个房子，然后呢，再有一个这种小院儿，然后在这儿享受这种老年的情怀，享受这种老年的生活。这边的叔叔呢，是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，然后院子里边已经长了很多的这种杂草了，是吧？收拾一下，现在还能种菜，还能吃上。今年夏天，对，现在的北京市太热了，所以呢，很多北京的老人都来到北京边上避暑。上期视频发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在问我这个位置是在哪里。现在呢是在咱们
北京延庆的旁边，因为这边呢是北京的上风水，完事之后呢，这边的风也是挺凉快的。夏天的时候呢，基本是不用开空调的，在屋里边呢就能感受到那种凉风徐徐的感觉。眼前看到的这种小房子呢，都属于是一种小叠拼的户型，上下一共是4层，然后下边的2层是一户，上边的2层是一户，然后家家户户呢都带有一个小院子。前边这一块呢是在这儿住的业主家里边呢，收拾出来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院子。好多人都觉得是成功人士才能住上别墅，可是在这儿呢，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动动手指，100多万就可以住上一个带花园的小别墅。阿姨门口这棵树呢，现在长得有点不漂亮呢。现在阿姨借着绿化大叔的这个机器，在这儿正在修剪她自己这棵小树。这样的话，门口呢会看上去更漂亮一点。咱们现在进去看一下阿姨家的小院，打扮的是特别漂亮。小院子大概有个20多平，然后在这儿呢还放了一个这种夏凉的这个遮阳伞，下边可以喝点茶。门口的阿姨一直在修剪她的树，所以我跟阿姨打声招呼，可以进来拍一下她的小院。门口这边呢就是直接进到房间里边了，因为人家现在已经住上了，所以我呢就是保障人家的隐私，也不进去拍了。这一块呢是小区里边的一个商业中心了。这块还有好多小超市啊、业主食堂呀，还有什么诊所呀、服务中心呀，就连物业也是在这个地方，好多卖东西的，而且特别热闹，整个小区就看上去像是一个小镇的感觉。北京的业主已经回来了，都从北京回来的。这一边有什么快递点啊和这个业主食堂，还有一些吃特色的地方。现在是很多北京的退休老人呢，拿着那点退休工资，然后到这个地方来生活，因为他们也不用上班和下班，所以呢就不用经常的往北京跑。到这儿住的话，整个社区里边的生活配套呢也都是比较完善的，他们的退休工资到这儿也是花不完的，而且在这儿呢还能享受成那种高端的人士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很多北京人呢都喜欢到延庆这边来避暑，因为这边呢它确实是特别的凉快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呢喜欢来这里养老呢？房子是几十万，蔬菜才几毛钱一斤，住到这里天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夕阳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，遍地都是北京人，他们在这儿呢花不了几十万就买了一个小房子，然后在这儿呢养老度假过夏天。其实呢，我现在是在小区的这个休闲园区里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前边的这些帐篷，有好多业主呢在这儿住着，夏天的时候没事干，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更凉快。在这儿呢搭一个帐篷，做烧烤呀什么的，而且是前边那些小房子呢，差不多是几十万一套，而且主要是里边是带着装修的。现在呢，咱们去往前面看一看这个小房子。前边这一块呢，周末的时候，有时候家里边的儿女呢从北京过来，在这儿呢弄一个烧烤，然后搭一个烧烤台，这是小区里边的物业给搭的这么一个烧烤台，大家可以在这里集体的去烧烤。这样的话呢，也可以给这个环境避免一些那个污染。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蓝天呢是格外的蓝，像是在北京的话，基本上像这种蓝天是很少见到的，除非是真的放晴的大晴天，那种时候才能看到这种蓝天。这种林荫小路在树荫梁下边是非常凉快的，而且主要是什么啊？是这个每家每户他还有一块自己家的一个菜地，可以自己种蔬菜。吃蔬菜的话自己种就可以了，完全一夏天就是吃的自己种的蔬菜。旁边的这些附近的这些卖菜的，有在路边摆大摊的那些人呢，他们那些蔬菜都是吃不完拿出来卖，然后才几毛钱一斤。前边这一块呢还有一个超大的游泳池，没事的时候呢也可以过来游泳，带着孩子呢也可以过来玩水。我现在呢到达北京市中心的话，差不多也就是70-80公里，因为这边的温度相对北京来讲的情况下呢，它是会低很多的，所以说呢在这儿来过夏天的人是特别的多。像咱们眼前看到的这种房子呢，都是一个2居室，差不多呢也就是几十万一套，而且都是大产权的，主要呢里边还是带着装修。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前边的车位上呢都是已经停满车了，这种车位呢是每家每户都会有这么一个车位，所以来的时候呢也不愁停车没有地方。事实来告诉你，北京的老铁他也怕热。我带大家来看一下，像这种1层带小院的房子，其实有很多人也特别喜欢这种房子。夏天的时候可以自己种点小菜呀什么的，完事之后呢自己给自己的小院打扮一下，也可以在这儿过上那种田园生活。这一家还写着私家区域，非请莫入。看来装修还是很不错的。前边的这一家呢，正是在给自己这个小院那个做外装修呢，看来也是正在砌墙，然后还做了一个这种葡萄架，
院里边旁边种点爬山虎之类的，或者葡萄藤之类的，夏天在下边喝茶，看会儿书，听会儿歌，还是不错的嘛。这个小院，这边的这些小院呢，都是用这种防腐木，然后把它围起来，做成了院墙。这一家的院子不大，但是在里边还做了一个篮球场，这是有多么的热爱体育。现在呢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住在楼上的人可以分到一块什么样的菜地。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农场的里边，这一块呢就是给这些业主们分的这个菜地，大家就这么一块一块的。你看前面这一块种了挺多秋葵，然后那一块呢还有一些在这儿给做这个农场的人。叔叔阿姨呢已经把自己的菜呢都采摘回去了，因为菜现在都已经熟了。前边这一块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南瓜的造型，也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田园风格的地方。小区的物业还专门安排了园丁来给这儿看护啊、浇水啊，都是可以的。所以说，其实很多时候在这种室外过生活的情况下呢，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真真正正的来享受这种老年的西洋人生。好了，到这里呢就给大家分享完了今天的这期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